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老人的睡眠质量本身就不太好，如果再出现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，那就更会影响到睡眠了。所以今天木子就来跟大家说说，老人在睡前都有哪些禁忌。第一个呢，睡前吃东西，老人各项身体机能的活动性本身就要慢一些。如果还在睡前吃东西的话，那肠胃的负担就会加重，从而呢更会影响到老人的睡眠质量了。第二个呢是睡前说话，老人多和别人说说话，虽然能起到锻炼大脑灵活度的效果，但如果在睡前还不停说话的话，只会让大脑过于兴奋，这样呢反而会影响到老人的睡眠。第三个是睡前喝茶，因为茶呢属于刺激性的饮品，会影响到大脑的神经，让人过于兴奋，从而呢就会影响到老人的睡眠。所以老人要想晚上睡得好，就要记住这些禁忌。另外呢，平时也可以吃点莲子、蜂蜜、小米这类有助于睡眠的食物。好啦，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哎，沈哥哎，你看我这里是不是又长了2个皱纹啊？可不咋的，那皱纹咋那么深呢？哎呀妈，岁月催人老呀，不行，我得想想招，好好保养一下。今天呢，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你改善皱纹。下面呢，跟我一起来学一下吧。动作1，双手对搓搓热，然后将除大拇指之外的4个手指放在2个眉毛中间，用这4个手指的指肚向上按摩，按摩到额头和头发的交界处，双手轮流按摩，每天早晚按摩3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的消除皱纹，减少抬头纹的产生。动作2，同样搓热双手，用中指、食指、无名指这3个手指，从脸颊的中心开始，向脸的2侧进行按摩，力度适中，也是早晚按摩3分钟左右。这样按摩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排除肌肤老化废物，对改善皱纹有很好的效果，而且还能够预防脸部浮肿。那想要延缓皱纹的产生，还要多注意补水，平时呢多喝水，避免熬夜，涂抹适合自己的护肤品，还有选择合适的饮食，这样可以让你皮肤变得更好。好了，这2个小方法你学会了吗？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小知识，哎，木子哎，咋了，沈哥？你说我最近老是掉头发，完了干点活吧，也是那个什么连呼带喘的，我是不是衰老了？哎，其实男人开始变老，身体很诚实，会有3个表现。那沈哥你看看你有没有这3个表现吧。表现1，运动能力下降。那年轻的时候呢，不管是跑步还是打篮球，持续1-2个小时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呢，步入中老年阶段，身体的运动能力开始下降，锻炼一会儿身体，或者是干一些体力活，就会气喘吁吁、胸闷气短的。这说明呢，你可能开始变老了。表现2，脱发。日常生活中很多男性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大，导致内分泌和血液循环紊乱，从而引起脱发、头发变少的情况。所以呢，脱发也是男人开始变老的一种表现。表现3，健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男性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大不如从前，总是丢三落四，容易忘事儿，就可能是大脑发给身体衰老的信号。所以如果你出现这3种情况，可能开始变老了。如果想要延缓衰老，大家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就是俯卧撑。俯卧撑相信男性朋友都会做，经常做俯卧撑可以锻炼双臂肌肉，不仅可以防止肌肉老化，还能够提高心肺功能。每天做10分钟，既锻炼身体，又能延缓衰老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想要了解更多，哎，沈哥你看你别总抠鼻子呀。不行刺挠那也不能总抠，会给身体造成损伤的。日常生活中，相信很多人都有挖鼻孔的习惯，尤其是鼻子里感觉有异物的时候，就忍不住伸手去抠。虽然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情，但如果经常挖鼻孔，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影响。第一，容易引起鼻出血，因为我们的鼻腔内有一层非常薄的黏膜，而黏膜中又有很多的毛细血管。
这些毛细血管呢非常脆弱，如果经常挖鼻孔，很容易损伤毛细血管。第二，引起鼻腔感染。鼻子里面的鼻毛呢，可以阻挡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。如果经常用手挖鼻孔，很容易将鼻毛挖掉，这样鼻腔就很容易受不干净空气刺激，从而引起感染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大家呢，不要经常的用手去挖鼻孔。如果鼻子感觉不舒服，或者是有异物，可以用棉签或者是纸巾进行清理。还有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，可以用温水清洗一下鼻子，这样对健康才是好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你还知道挖鼻孔有哪些？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看看养生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吸烟容易，戒烟难。对于那些想要戒烟的人来说，如果真的戒不掉，那就在3个时间不要抽烟，这样或许肺部会好受一点。那是哪3个时间呢？第一个，早上起床后。早上起床了，很多人呢第一时间就是点上一支烟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因为早上起床处于空腹状态，这时吸烟会刺激支气管，时间长了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。第二个，熬夜时。很多朋友在熬夜时会选择抽烟来提神，本来熬夜就对身体健康有危害，如果这时呢再吸烟，很容易危害心血管健康，导致血压升高，心率变快。所以老烟民们熬夜时就不要抽烟了。第三个，吃完饭后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：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。其实吃完饭后吸烟对身体的伤害呢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我们吃完饭后，全身血液会加速流动，这时吸烟会让身体更多吸收香烟中的有害物质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吸烟的危害呀是很大的，如果你实在戒不掉，那就尽量不要在上面3个时间吸烟，这样或许能减少对肺部的伤害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由于现在空气的污染，再加上吸烟的因素，造成肺部伤痕累累。那想要知道肺部好不好，该怎么办呢？不妨看一下自己的大拇指。正常的大拇指都是指根比较粗，而且有光滑，弹性好。但如果拇指出现变形，拇指的末节变得很肥大，根部也会缩小，就可能是肺气不足了。还有就是按压大拇指的指肚时，如果恢复速度慢，没有弹性，也是肺气不足的表现。那肺气不足该怎么办呢？大家不妨试着敲打肺经。肺经在手臂外侧，敲打时将手握成空拳，用小手指关节沿着前臂的掌面，从大拇指开始往上敲打，敲打到痛感明显的地方，可以重点的多敲打几下。敲打的力度要轻，每次敲打5分钟左右即可，左右手臂交替敲打。这样敲打肺经可以调理肺经，改善肺功能，有很好的补益肺气的作用。肺经最佳疏通旺盛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11点，所以这时敲打效果最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收看侃侃养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